第9集我们分享圆形动感层次，它具有柔和的层次质感表现，还有从前向后的圆形流向，以及非常精致的外轮廓底线。好，我们接下来开始裁剪。好，我们先进行分区，分出我们的中心线，头发都向后去梳，找到中心点，向后去分出我们的左右两侧，再分出我们的侧中线，分到耳后，将前后区域分开。这里发际线向上2公分左右，顺着向后分到我们枕骨点，分出第一个区，前高后低分圆弧度。这样我们的分区就分好了侧中线，向后去划分出上下区域。我们开始修剪下区。下区我会修剪一个上长下短的轻堆积层次，角度提拉不要超过水平不要超过水平。长度最上方长度4公分到5公分左右。剪切口上长下短，修剪我们的轻堆积层次。来，第一片去看上长下短。第二片，我们移动式的向前去斜划分。第一片是垂直，第二片斜划分。发片的靠位拉到2片之间，拉到2片之间，得到横向的宽度，不要过宽。如果说我们是都靠向上一片，会慢慢放长这边长度，形状会过宽。这边我们不需要得到自然的轮廓柔和效果。边剪边去转动我们的头位，继续修剪下一片。分线还是斜的还是斜的。把每一个发片梳理干净清晰，保持一个好的裁剪流程。来，我们找到上一片长度，以它为引导。发片的方向还是拉在2片之间，在转角内侧都始终是保持着上长下短的一个切口形状。再向前斜的去划分，夹起来，一定要梳理干净。这里一片是转角外侧这一片，我们要将发片的方向靠向我们的上一片，找到上一片的长度切口为引导，去进行连接再逐渐向外侧去修剪。如果说是碰到客人的下区客人的发质张力比较大比较弹，还可以把我们的剪切口上面放得再长，就是让表面长，发际线短通过长度通过重量可以去覆盖住一些不太规则毛流不好以及容易反弹的一些头发通过长度通过重量。来，到了外侧这一片，不要去刻意的向后面去带不要刻意的向后面去带，我们都是找到上一片为引导，就可以了。不要的是刻意的向上一片去带。这里，因为在转角那一片我们已经延长了外侧的长度，你会发现到了这一片它有点像去除了好，当我们的这一片剪完之后，我们向前去做梳理把发际线颈侧点这里最低点长度我们去剪掉最低点长度剪掉，
你需要向前去梳，把最长的地方完全露出来，完全露出来，减掉长度大概1公分左右1公分左右，来再去观察，它就可以得到很贴皮肤很收脖子的一个效果，这样就完成了。另外一侧，先把发片向前去做梳理方便我们去找到第一片，这里在中心线的地方找到我们的第一片。来，注意看第一片，我们分出中心线的这一个发片，分到中心线这个发片，来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中间这个引导，跟它去做连接。落下来之后，再去观察底线轮廓自然的连接上的，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接着再向前去划分分线是斜的，开始变斜的。每剪好一片，把发片干干净净的去夹起来，再找到上一片以它为引导，发片的靠位带到两片之间不要刻意的向我们的第一片向里面去靠，不然会延长外侧过多你只需要带到两片之间就可以了。来，再继续斜的去划分，逐渐向外侧去修剪。来，干干净净的去分，找到我们的引导。这个时候，如果说客人的发际线区域很窄，生长的区域很窄，你就可以把发片的靠位逐渐的靠向上一片，去增宽我们下面的宽度。好，逐渐划分到外侧。注意我们头发的提拉角度，轻堆积。如果说这个地方你不好下刀你就不要与切口平行，稍微斜一点点把这个区域这两片剪过去它就会好下刀了。要去转动我们的头位不要始终保持一个位置。来，到了转角外侧这一片，我们将靠位靠向上一片将靠位靠向上一片，以上一片的长度这里为引导去放长这里外侧第一片，找到上一片，找到上一片，以它这里为引导。每剪一片，去观察头发的落点，慢慢的产生短到长的层次感。分出引导线，分出引导线，不要刻意的向后去带不要刻意的向后去带。来，继续，最后一片。好，从后往前，我们去减掉这个长度减掉这个长度1公分左右的长度，底线会形成逐渐上扬的一个状态。我们横向的拉起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过长的角，我们去把它抹掉。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这边也是一样，拉起来看一下，检查一下，上方拉起来检查一下这样呢就完成了。后区上面
剪好了，来到上区，我们先把中心线分出来。中心线分出来之后，我们这里斜向前的去划分，这里分小发数，找到下方长度，以它为引导。第一片的法片的位置，我们拉在中心线这里啊，中心线这里，低角度提拉啊，低角度提拉。我们与下方剪切口进行连接，注意看，我的切口还是保持上长下短，上长下短，来分出第二片，找到下方长度，以它为引导，依然保持上长下短，建立后头部的一点点圆润的饱满感。好，我们再向前继续划分，来夹起来，每一片保持分区的干净，再斜向的去分，继续，我们找到下方长度，这个时候把头稍微回正一点点啊，因为这里要做一个逐渐提升的动作，做一个逐渐提升动作，角度比刚才角度再拉高。做一个逐渐提升的动作，角度逐渐提升，逐渐提升同时应该是上长下短啊，再继续分小发数。这里我们的法片的靠位啊，法片的靠位拉在两片之间，拉到两片之间。好，与下区进行连接，注意角度的提升一定要逐渐去提升。这里我们体现的就是轻堆积的柔和度啊，体现就是轻堆积的柔和度。好，外侧这一片，来这里我们放射的方式去分开，我们看到下面这个长度，转一点点，我们看到下面这个长度，水平进行提升，水平进行提升，逐渐角度提拉，自然可以得到圆润的剪切口剖面。来放射区分，法边的靠位也是原位啊，靠位也是原位，水平提拉，切口走圆，上长下短，随着头型的自然弧度，我们这样去走。来继续，好，继续到最后一片，都是原位去做修剪。好，我们由后向前这样剪完之后啊，由后向前这样剪完之后，我们再斜向后的方式，再把外侧再进行一个收圆的动作，再斜向后的方式，把这里进行一个收圆的动作，来向前去做提拉，看到外侧这个长度，来继续，来检查一下，进行一个收圆的动作，可以使后面的形状更加的圆润，更加能契合头型的这种椭圆的形啊，可以把这个面剪得更拉长，也是短发比较好的视觉感。同时你也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轻堆积的切口，
得到一个后头部很自然的一个效果。一直到最后一片啊，我都可以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哦。这里，来继续向上检查一下。好 ，OK， 最表面的一层拿起来看一下，有一点点，这样就剪好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坡面的弧度。来到右侧啊，一些右侧剪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仔细的观察我说的每一个要点，仔细的观察，都可以去帮助提升我们左右两侧剪不平衡、有长短差的一些问题。来，我们把另外一侧同样相同的高度进行分开，分开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更好的能找得到引导。我们先分出中心线这一片，中心线这一片来去找引导，与底下进行连接，还与下面长度进行连接。好，逐渐转动我们的头位，与下面长度以及与另外一侧长度进行连接。注意发片的靠位不要靠向上一片啊，要拉在两片之间，这个是叫原位啊，这是叫原位。来，依然是找到我们中心线的这一片，来拉到中心线这里，角度逐渐去提升，来继续向外侧去划分进行修剪，都是连接过渡起来的啊。来继续。与下方长度进行连接。因为我们的靠位没有说向后面靠的很多，所以说它落下来之后产生的横向面外侧它并不会延长，特别是碰到一些头型较宽的头型，一定要切记。头型较宽的一些顾客，你可以把后部的重心落低一点点，把外侧形状可以向上去走，这样可以把头型收窄。头顶区域放下来啊，还是依然分出我们中心线的这一片，来依然分出中心线的这一片，来拉到中心线这里啊，拉到中心线这里，提拉的角度水平，来分出我们的引导。放射的方式去分，水平，整个切口，所以它都是连接的，从短到长，圆润的啊，来分出引导线，分出需要裁剪的发片，保持清新、干净、有规律的操作习惯啊，养成这些好的操作习惯，是我们剪发过程中所必备的。来，继续。好，都是以下方长度为引导。最后一片，也是拉到原位，顶上去连接上。那么剪完之后，
我还需要去干嘛？斜向后的方式去抹圆，斜向后的方式去抹圆。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以及表面这一片可以适当拉高一点点，去一下，这样它落下之后呢，它会更加圆润。好，剪完之后你也可以从正后方从正后方我们去看一下，它不会显头宽虽然说我们角度提拉的逐渐提升比较高，它依然是显头长的，不会显头宽从侧面去看，自然的圆润的。好，这样就可以了。后区剪完之后，我们先修剪顶区。顶区这里我依然得到比较柔和的具有内部轻柔的层次效果，所以我们去做角度提拉去做修剪。顶上这里我们纵向的去划分，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先去决定我们刘海的长度落点。那么这款发型它的落点是在眉毛左右，你也可以先去设定好这个长度在眉毛左右眼睛之上这样的长度，也可以自由去安排长一点短一点。好，我们这个长度确定好之后我们向前去做提拉，不要向上向上的话顶上层次会过高，我们向前去做提拉，找到刚才剪过的为引导，以及顶上的长度为引导，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切口，顶上长度这里为引导，刚刚好跟后区这里连接上，在顶上也可以形成一个上长下短的这样一个切口面。第二片我们继续纵向的去划分我们的发片，来，这个时候我们找到上一片，以它为引导，先从这里开始修剪。来，再继续逐渐的向上提升，但是你要确保你的剪切口是上长下短的。来，先把头发梳顺，找到第二片，找到第二片，继续。我们都是原位的每一片都是原位的去做提拉这里分开。再找到上一片为引导，好，检查一下没剪到的漏掉的这一片，找到中心线的这一片为引导，拉到两片之间，切口一定要保留顶上最长的部分，拉到两片之间，清晰的看到我们的引导线。好，来，当我们的这一片
剪完之后，好，将头发向下梳，开始在侧面，我们这里去划分，纵向去划分。我们找到以刚才这边长度为引导，边角长度落点在耳垂以下大概2指左右啊，在耳垂以下大概2指左右，做一个连接，做一个连接，刚刚好跟前面这个点去做连接，边角这里落下来大概2指左右，再向后我们去划分，我们将这一片，记住一定要向上一片去靠，一定要向上一片去靠，只有靠才会形成前短后长圆的一个效果啊。这一片剪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刘海到侧区的这样的轮廓感觉。再向后继续划分，分出来，靠向上一片，再继续向后去分。来，还是同样，我们靠向上一片。来，最后一片，最后一片了。中间这里我们交叉的看一下，检查一下。剪完之后，我们这里向后去梳理，拉起来，把中间拉高的连接过渡一下，拉高的前后区在侧中线这个地方拉高的连接过渡一下，把一些没有连接到的拉起来，不要在低角度上去连接，要在高角度上去连接，都向后梳，检查一下，拉高，拉高。另外一侧也是从转角这里分下来，先分出我们的发际线第一片。好，注意我们这边的长度落点，在耳垂以下大概2指2公分左右，做一个连接啊，角度提升，做一个连接，可以看到引导线切口是有点微微的上长下短啊，来继续向后去划分，我们将发片靠向第一片，靠向第一片，再继续向后去划分，将引导梳出来，
靠向上一片，要慢慢的去延长我们后锯的长度，形成一个前短后长的内部结构。再继续向后去划分，看清楚我们的引导。中间这一片可以交叉在中间检查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横向的在中间去看一下前后区内部结构，以拉高的方式我们连接过渡一下，以拉高的方式连接过渡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里放下来，也可以检查一下，在我们的转角的地方也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在分区的地方这里检查一下，没问题。也可以选择去观察边角长度，站去目测去看，观察边角长度也可以单独的觉得长了，可以再短一点点，确保能夹住耳朵最短在耳垂的地方，不要超过耳垂以上确保能夹住耳朵，刘海向后刘海向后，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状态，以及呢后头部一定要有重量一定要有重量。好，在这样一个图形基础上我们用牙剪把轮廓、把边角、把耳后、耳上这些比较厚的地方可以去进行一个调亮，在现场如果碰的头发比较多的进行调亮，但整体因为是轻堆积，它都是柔和层次去展现这种柔和层次感才是我们要的。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吹干。吹风同样我们要贴着随着头型的弧度去左右去吹这样可以使头发的型更好，更有光泽，更有质感。不要去向上乱吹会破坏我们的整体头发质感。拨干之后再去自然的去带顺就可以了。好，头发吹干之后、吹顺之后，得到一个都是前高后低的圆形的一个状态。无论是外部轮廓还是内部结构走向，都应该符合圆形的一个标准。修饰的方面，之前也有讲过，在接近表面的区域少去做发量要表面头发落下来，质感依然在。头发的内部可以多去进行调亮。这里拉起来看一下，特别是在耳后的地方耳后侧中线这里显头后，它夹在耳后比较臃肿的，一定要多去一点发量。这里也是一样，转角到耳后的地方，剪切口可以深一点点，因为本身底下就剪的是轻堆积层次，底线会比较的柔。一些不干净的，或者说你还需要底线有向上扬的这种状态，你可以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可以接近耳垂，这样的状态也是没问题的刘海轮廓的区域少去点，因为本身的落点它就会比较柔了。可以分放射的方式拉起来一圈，看一下，这里可以斜向后的方式略微的剪深一点点，内部略微的剪深一点点，边角这些可以单独的进行一个由上向下的划剪，让边角变得修窄一点点，上面刘海覆盖下来，以及呢我们在耳上的地方，我们这里显厚的这一撮，显厚的这一撮我们去挑出来，同样可以进行一个由上向下的
一个划点，让底下这个区域前后轮廓区分开，不要连在一起。内部从上向下一个是边角，一个是耳上到耳后，上面头发覆盖下来就可以了。再去调整一下，根据我们的需求去决定，你要的是比较厚实表现形体，还是比较柔和表现流向，这样就没问题了，得到很自然的，从这个面去看，得到很自然的轮廓效果，以及很自然的流向效果。我们的后部底线经过修饰，经过长度的改变，一定要通过向上去扬的一个状态底线一定是轻柔的这种感觉，向上去扬，整个坡面都是很柔和。从侧面去看，依然有饱满的弧度轮廓的柔和度，以及圆形向后的边缘层次效果。好，这是我们的第9款，也是本期课程的最后一款发型。相信看到现在的同学们，以及呢每一款都有进行练习的同学们，我相信你对于结构的掌控力都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跟提升那么这9款都是以单一层次、以单一结构为主要从锁骨发到饽饽发，以及更短的通过不同长度、不同技术的演示来得到我们进行的技术提升那么后期这些老师也会出一些关于设计类结构组合类的建立在这个课程之上的一个课程那我们本期线上课就到此圆满结束，希望各位还可以踊跃的在我的辅导群里进行技术交流，我还会一直在群里为各位去辅导大家。好，我们下一次见，拜拜。